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欧爸，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人类一直在为了自由而战，至今人类最向往自由，但你知道自由具体是什么吗？自由分为人身自由、财富自由、时间自由、心灵自由，只有这4种自由都达到了，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还没达到财富自由之前，是无法实现时间自由及心灵自由的。也就是说，在你获得财富自由之前，是无法真正自由的。有人会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总是会忽略了后面那一句，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人会说钱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只要能解决超过50%的问题，你就应该更努力地去创造财富，不是吗？而不是说这些安慰自己的话来合理化自己的贫穷。有的人买不起车买不起房，就说不羡慕人家住豪宅开名车，还说钱够用就好了，干嘛要赚那么多？成功让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还不是出家当和尚啊？确实，要像稻盛和夫那样放下一切实在不容易，那是要有多大的修为啊！我在网络上曾经看到那么一段话：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完美的人生。但是我们人呐，在这世上走一遭，最难摆脱的还是拿起和放下。佛陀曾说过，拿得起与放得下都是一种修行。稻盛和夫已经拿起过了，他一无所缺，心灵富足。他现在放下是在修心，毕竟只有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正带得走的。要知道，在这3维空间、2元对立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黑夜，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光明；如果没有伤心，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开心；如果没有疾病，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健康。所以，在你还一无所有，还没有真正拿起过时，是不可能放下的。只要是有关于钱的所有事物，都会影响着你的心情起伏。财富真的很重要吗？要如何才能赚更多钱，达到财富自由？穷人与富人在思维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穷人思维，培养富人思维？如果你对以上的问题都存在着疑问，如果你正在努力往财富自由的路上前进，那么你一定要将这部影片看到最后，看完会让你有所收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财富真的很重要吗？根据研究及数据表明，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提升而增高。学者针对45万名美国人进行调查，发现收入较高的人比较快乐，特别是年收入7.5万美元的族群。还有财富能消除58%的人生问题，也就是说，钱能让你买到快乐，及穷人患有忧郁症的几率也比富人高出3至4倍。种种的研究及数据都显示出了财富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有快乐的人生，最基本的就是要达到财富自由了。但是要如何财富自由呢？要赚很多钱，让收入大于支出啊。那要如何赚很多钱呢？天天加班或多兼几份工作吗？那么你可能会先累垮，也享受不到。那怎么办？创业啊！相信很多人会问，要是创业失败亏了怎么办？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如果你去问马云，马先生，你当年为什么要创业？没钱啊，所以创业。那没钱怎么办？借呀。那要是亏了怎么办？马云说，万一赚了呢？穷人说，做人不要有梦想，反正实现不了。马云说，做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你有没有发现，穷人和富人的思维路径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活在一个2元对立的世界里，任何一件事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你选择看哪一面，就决定了你过哪一种人生。思维到底是什么？穷人穷思维，富人富头脑。身体本身的构造没什么区别，但穷人脑袋穷，口袋穷，该怎么办呢？你想想，在一棵巨大的树上长满了果实，
这些果实就好比我们人生的成就。但是，如果觉得自己的果实又小又苦涩的话，很多人就会开始抱怨：我的果实为什么不能像人家的一样又大又香甜呢？但真正创造出果实的是什么呢？是树根以及养分。在地面上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地面下看不到的东西创造出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若是想要改变看得见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要先改变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说，若是想要获得财富，首先你就必须要拥有富人的思维，而思维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那个决定果实大小香甜的树根及养分。一个白手起家的富人，最重要也最值钱的就是他那颗有富人思维的脑袋。倘若他因为某种财务危机而失去所有的资产，他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后卷土重来。反之，对于一个脑袋里装满了穷人思维的穷人，就算天上突然掉下一大笔资金，他也无法好好的使用，让那些钱为他创造更多的价值。当你的知识与财富不相等时，这个世界会有10000种方法来收割你。日本航空在濒临破产时，日本政府三顾茅庐，请退休在寺庙修行的稻盛和夫出手帮忙。稻盛和夫才以78岁的高龄出任日航的董事长，重整问题重重的日航，他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让日航的经营利润转亏为盈，并创历史新高。又在1年后让日航重新上市。这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行动，而你的行动决定了你的成就。穷人为什么会有根深蒂固的穷人思维？穷人啊，从小时候就被父母教育着，钱要省着花，赚钱不容易拿，赚钱是困难的，赚钱很辛苦的，钱是越花越少的，钱花了就没了。就是因为从小被灌输这种赚钱很困难的观念，让这些观念深植在潜意识里，让穷人的潜意识里会对钱充满恐惧，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从骨子里就相信自己是个穷人。整个逻辑过程是这样的：从原本就有的穷人基因，然后又将穷人的观念植入潜意识里，最后终于产生了穷人思维。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对于金钱都有一种恐惧感，导致自己一直被金钱所奴役着而不自知。你想想，就算你长得很漂亮，但有人每天在你耳边说你很丑，你不漂亮，一开始你还会怀疑，我真的很丑吗？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只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而已。但是长久下来，你不仅会变得非常没自信，而且还会真的相信自己长得很丑，长得不漂亮。这也是为什么穷人的穷人思维都会如此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原因。如何培养富人思维？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习惯，还有思维模式，最主要的就是潜意识。然而潜意识是经年累月而来的，虽然说我们可以靠着学习、训练不断重复来改变，但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那么我们有办法改变旧有的思维吗？答案是肯定的。潜意识很难改变，但思维是后天的，它是可以直接改变的。俗话说：1命2运3风水4积德5读书，可看出命有多重要了。命就是你的基因，但可惜你无法决定你的爸妈是谁，所以命无法改，但运可以改，运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应该如何改运呢？除了风水和积德外，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那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呢？你有发现吗？排行第5的就是读书。读书是可以直接改变我们的思维，并掌握住命运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培养富人思维。你想想，古今中外伟人传记里，让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即在现今社会上取得巨大成就与巨额财富的成功人士，哪一个不喜欢读书？哪一个不热爱学习？我在《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这部影片里，有谈到关于阅读的好处与重要性，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阅读。没有看过的可以去看看。穷人思维与富人思维的差别。那么穷人思维与富人思维到底有什么分别？穷人把钱当爹，有钱人给他钱，他就去干活，把有钱人当爷爷，他是孙子，爷爷叫孙子做蛇嘛，孙子就做蛇嘛，反正出钱的最大了。富人把钱当儿子，然后把儿子赶出家门替他干活，自己却在家里享受生活。这也是为什么穷人看到富人会发抖，讲话小声，没自信，因为孙子看到爷爷本来就要尊敬了，而且会紧张嘛，被分差那么多，当然矮人家一截。由于穷人对富人的赚钱能力感到肯定及尊敬，
却又因为与富人相比起来自觉行贿的自卑感。时间久了，这种复杂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明显，最后产生一种仇富心理。这也是为什么穷人会讨厌富人的原因了。当你把钱当你的主人时，你就会变成钱的奴隶，被钱所驾驭。也就是说，你会被全天下的有钱人驾驭，谁能给你钱就能驾驭你，你就会变成富人的奴隶。当你一直在为钱工作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你永远只能当一个穷光蛋，永远只能当钱的奴隶。你想想，人类发明钱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我们生活变得更便利。那么钱是什么？钱就只是一个流通的工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悲哀到沦落为工具的工具呢？今天我们想要赚更多钱时，你是怎么想的呢？穷人会想，我如何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其实是一种索取的心态，证明你没钱，所以你才会想赚更多的钱。在道上你是匮乏的，在树上你的客户为什么要被你赚？富人会想，我如何才能服务更多的人？这就是一种给予的心态了，证明你有能力才能服务更多的人。当你服务的人越多，你所赚的钱就越多。在道上你是丰盛的，在树上你的客户也会因此喜欢你。思维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小时候你的父母是如何教育你的？他们是如何教导你钱的知识与观念？现在你对于钱的感觉是什么？是恐惧还是希望？是困难还是简单？花钱是要省着花还是大气？你讨厌有钱人吗？如果你讨厌有钱人，那你要如何变成有钱人？你想想，我们有办法变成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吗？我们都知道命是无法改变的，生命是父母给予我们的，就算环境再怎么不好，我们也要心存感激。虽然你无法决定你的父母是谁，但你完全可以决定你的小孩拥有怎样的父母。希望看了这部影片的兄弟姐妹可以把穷人思维彻底铲除，培养出富人思维，不要让穷人思维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的分享给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巴，那我们下一期再见。